心灵暖流，诸葛亮的4条人生启示，智者的智慧与人生哲理。诸葛亮字孔明，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也是古代杰出的智者之一。他留下了许多深刻的人生格言，这些格言不仅是他智慧的结晶，更是人们生活的启示。让我们一同探索诸葛亮的4条人生启示，从中获取智慧和启发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良禽要择木而栖。良禽要择木而栖，这句古训言简洁，却道尽人生的智慧。就像一只优秀的禽鸟，总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树木来筑巢。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中，也需要谨慎思考，择取最适合的道路。人生犹如茫茫大海，充满了各种选择与机遇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，就像每种鸟类都有不同的生态习性一样。如果一只爱栖息在树上的鸟，却选择了栖息在水中，那么它必然会感到不适应，生活也会陷入困境。同样的，我们在选择职业、生活环境等方面，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、特长和价值观来做出选择，才能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幸福。然而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压力和干扰，迫使我们做出不合适的选择。就像一只受到驱赶的鸟，可能被迫停留在不适合的地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短暂的困难所迷惑，坚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，就像良禽择木一样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想象一个人在职业选择上面临困惑，他可能面临社会的期望、家庭的压力，甚至是自己的犹豫不决。然而，如果他能够坚定地找到自己真正喜爱和擅长的领域，就像良禽选择适合的树木一样，那么他将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发挥出最大的潜力，取得更多的成就和满足感。因此，在人生的路途中，我们要像诸葛亮所说的那样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，不被短暂的困难和干扰所左右。这需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，并勇于追求真正的目标和梦想。就像良禽能够找到适合的树木一样，我们也能够在适合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2. 谋定而后动。谋定而后动，这是诸葛亮在人生智慧中所强调的重要原则。在行动之前，要先谨慎地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计划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努力会取得更好的效果。人生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需要做出决策和行动的情况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情绪或冲动所左右，轻率地做出决定，但这往往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后果。就像在战场上，如果将军在没有制定明确战术的情况下轻率发动攻击，可能会导致战局的逆转。同样的，在人生的各个领域，我们也需要谋定之后再行动，确保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。举例来说，想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面临着就业和职业选择的问题。如果他轻率地接受了第一份工作机会，而没有花时间考虑自己的长期目标和兴趣，那么他可能会在未来感到不满和迷失。然而，如果他能够先花时间谋定，明确了解自己的职业目标，并做好充分的研究和计划，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将会更加顺利和有成就感。在谋定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勇于行动。虽然充分的准备和计划很重要，但如果只停留在理论层面，最终也无法取得实际的成果。就像诸葛亮在军事上的智慧一样，计划只是第一步，
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有效执行。因此，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，我们要勇敢地跨出第一步，付诸实践，不断调整和改进，以达到最终的目标。总之，谋定而后动教导我们，在人生中要谨慎地做好准备和计划，确保我们的行动是明智的。这需要我们克服冲动和急躁，静下心来思考，并在确定方向后勇于行动。只有谋定与动，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表现出更优秀的自己。3. 尽人事而听天命。尽人事，听天命体现了诸葛亮他对于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的独到见解。我们在做事时应该尽心尽力，但同时也要理解到有些事情是超出我们控制的，需要随遇而安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故和挑战，有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努力，但结果却不尽人意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现实，不要过分执着于结果，而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上，即尽自己所能去做的事情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想象一个人正在准备一场重要的面试，他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研究了公司背景，整理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，并做了模拟面试。然而，最终面试的结果可能仍然取决于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，如面试官的主观判断、竞争对手的实力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可以尽人事去做好准备，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这时，他需要听天命，接受无法控制的部分，并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和安慰。尽人事，听天命也提醒我们，在努力的同时，要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比我们更有经验和知识的人，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可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。就像在古代战争中，诸葛亮提出了许多策略，但也愿意听取他人的建议和意见，以获取更多的智慧和见解。总之，尽人事听天命教导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困难时，要全力以赴做好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，但同时也要保持谦虚、开放的态度，接受一些事情是无法预测和控制的。这种平衡的态度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面对人生的起伏和变化。4. 做人要放大自己的格局。做人要放大自己的格局，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对于人生视野和境界的深刻理解。他的这个启示告诉我们，要在做人处事之间，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小事，更要放眼于更大的范围，以及长远的目标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常陷入琐碎的琐事中，忙于应付日常生活的琐事，容易忽视了整个人生的脉络和方向。然而，诸葛亮的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不要让短暂的困扰和小事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精力，而是要放大自己的格局，看到更大的图景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想象一个创业者正在经营一家新的企业，在初期，他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，如资金不足、市场竞争激烈等。如果他只专注于这些小问题，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无助。然而，如果他能放大自己的格局，思考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影响，他就能更好地应对眼前的困难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此外，做人要放大自己的格局，也意味着我们要超越个人利益，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诸葛亮的一生就是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无私奉献，他为了国家的安危，愿意忍辱负重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策略。最后，做人要放大自己的格局，也提醒我们要保持谦逊的态度，不断学习和成长，
人的知识是有限的，我们无法掌握所有事情，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见识，以应对更广泛的挑战和机遇。总之，诸葛亮的这句做人要放大自己的格局的启示，提醒我们不要被小节所困，要放眼于更大的目标和视野，超越个人的利益，关注整体的发展，同时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。这种开阔的心态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人生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。诸葛亮的人生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指引，在选择人生道路、制定计划、应对挑战时，这些启示都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和方向。让我们珍惜这些智慧，将它们融入自己的生活中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深度和意义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！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